川普到底会不会硬干到底，还是说现在就开始觉醒了？然后呢，就说哎呀，大家我错了。现在大家开始这样的讨论，原因是因为就连《华尔街日报》都在讲，你再这样下去人家会觉得那个中国比较好交朋友啦，至少人家比你还要懂得尊重别人，可能比你还要更受全球欢迎。现在就连他们的非常坚强的亚洲盟友日本，都把它化身成关税超人。好，接下来看这个画面，这是什么？他们二次元很强嘛，你就看到了，他竟然变成了关税超人，然后呢，就开始做各式各样的美国优先的关税理念。先去学校里面，然后呢，穿上超人的制服到处走，但是到处都在收钱，都在收关税。接下来就日本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跟中方重启一些谈判。当然，很重要的一直在讲水产，目前也有最新进展了。水产品的进口禁令要进行技术性的会谈，而且呢，中日韩的央行现在也要开始一起来讨论什么嘞？哎呦，很奇怪，讨论的是美国关税。其实你以前比较少听到说呢，中日韩合起来是讨论一个美国如何来应对美国的政策，但现在这也都正在进行中，正在发生。而且这场科技会谈呢，说是在苏州，3位官方代表呢也开始进行合影，所以不管是财政，不管是科技上面，大家都开始在美国之外跟中方进行合作。另一个则是印尼了，因为这是东协呢，其实受伤也蛮深的东南亚的部分。好，印尼呢现在是第一次的进口了鲜食椰子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要理解的是，印尼它也想要赚一点外汇嘛。那如果说呢，现在美国不好做生意，当然跟中国做啊。你看看先前卖榴莲的马来西亚好成这样，是不是？现在我开始可以卖印尼，也希望多找一些方式，多找一些门路。好，到底谁盯得住？好，阿根廷也开始了。阿根廷在南美也算是他们家的后花园，但是现在呢，再一次的跟中方这边续签双边货品互换协议，也就是说呢，他还是同意把总额350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再延期1年。那这1年当中呢，就是他一定会比较买中方的进口食品嘛，因为全部都用人民币计价，汇率的波动不会那么大，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可以呢对他们的物价有一些的影响。再来就是刚刚离开中方的西班牙 ，Sanchez 呢来到了中方这边，很明确的就是也来谈一些生意的。西班牙的猪肉、猪内脏，现在中方确定下单了。当然，就美国的农民来讲，就会讲说，本来买我们的美猪呢，这现在是不是因为去年有40.8万吨？那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一次从西方这边增加，就从我们这里减少？这个其实才是他们美国内部的人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好莱坞的电影现在已经说要减少进口了。甚至中方是说要跟西班牙这里来升级电影的合作，所以大家就在讲，是不是真的所有的东西都从其他的市场找到替代品，而把美国真的给推在外面呢？甚至就连德国的商界领袖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是不是会吸引中德之间更密切的关系。好，包括了第一条欧洲的全自动生产线，这是中方的电器制造商宏发集团跟德国这边第一次所制作的。那这一些的内容都在的发现说，从实际的农产品，然后呢到影视产业，到生产线，甚至是云端，大家都开始来寻求脱离美国的替代方案。大家就要问，如果欧盟是这样，东协是这样，亚洲的日本是这样，那想问问他的老乡好英国会怎么样？这个是英国首相第一次对外回应。当川普说 "Kiss my ass" 的时候，你怎么想？听听他怎么说。You talk about negotiating a deal. The president talks about countries queuing up to kiss my ass. I mean, how comfortable are you doing business with a man like that? Well, look, the US is our closest ally. For 80 years... It's not comfortable language, is it? For 80 years, we have had pea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cross the continent. That is because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Europe and underpinned by NATO. So of course we keep a cool head. Of course we're calm and pragmatic in all of our responses and all of our relationships.
好，记者一直在问他说 ，Do you feel comfortable？ 你觉得舒服吗？但他强调，就是美国的英国的那个谚语哈 ，keep calm， 就要大家保持冷静好吗？但是他会不会转向？看起来好像没有他们现在呢，新创公司还考虑要转向美国，说已经到美国这边去注册成立公司了。所以呢，每一个国家当然基于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国家利益会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呢，请教一下彬哥，现在有一群人是这样啦，包括了《华尔街日报》都发现了他们的老朋友好像一一转向，因为中方比较尊重人，然后比较能预测。其实这是一个感觉上蛮令人讶异的一个转向，就是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过去日本网友提到中国大陆都是骂声一片，就觉得他们专制啊、独裁啊、不民主啊、共产党啊什么的。但是最近你会发觉，很多日本网友开始称赞起中国大陆，因为认为他们现在是唯一有骨气的，还能够去跟美国对抗的好。然后他们拿来对比什么？对比自己的政府，觉得日本太软弱，没有办法去跟美国强硬。这就是现在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当然很多国家因为实力不足，所以面对川普的咄咄逼人，就是只好虚与委蛇，那甚至摆出低姿态。但是他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心里头会舒服吗？当然不舒服嘛。所以就用各种的什么动漫啊、AI 生成影片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来去发泄自己心里的不满。这其实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危机耶。过去大家都是以美国认为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灯塔，你应该要领导世界走向一个正向。结果现在这一个老大哥居然到处都在跟人家要钱，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怎么会从世界警察变世界强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所以这对美国来讲绝对是一个危机啊！我觉得美国的地位搞不好就因为川普的这样的恶搞，到最后逐渐丧失掉，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强大。这是美国自己要去注意的。那当然，现在全世界来说，我能够跟美国暂时脱钩，我就暂时脱钩。为什么？因为跟你做生意的不稳定性太高了。你什么时候哪天神经抽到，又关税又给我涨，那我怎么办？那对这些东协的国家也好，对其他这些国家也好，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给我这么高的关税，就算维持现在的10%，都已经比以前高很多了。那这样子我的利润就大幅锐减了。那如果跟你做生意让我无利可图，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做生意？我当然去找一个能够让我赚到钱的地方来做生意啊。所以当美国的不确定性提高之后，势必会增加世界其他各国去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动向。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甚至如果你用 PPP 来算的话，它甚至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了。对，所以对全世界各国来讲，当然当世界第1大经济体让我觉得出问题的时候，我当然要赶快加强我跟世界第2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我要想办法把从美国失去的从中国大陆这边弥补回来。而且中方这次也很厉害，就是过去中国大陆对自己内部的市场管控是很多的，金融也是在控制。可是这次你看习近平最近积极在干什么？他在开放他们的市场，他在争取跟其他各国做更多的合作，也表示他看出来现在这个迹象，就是当你美国转变你的态度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大陆可以更多去掌握更多盟友的时候。所以美国如果处置不当的话，到最后长期以来跟随美国这些盟友，可能到最后一个一个的都会跑去站队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让他们有钱赚，你让他们没钱赚。像阿根廷本来那个总统是非常崇拜川普人的，对啊，他说他是阿根廷川普吧？是啊，可是问题是为什么现在他选择？他一开始本来完全不要跟中国大陆合作，是为什么他现在选择跟中国大陆合作？因为没办法，因为川普上来之后也没有救阿根廷啊，对不对？那现在唯一愿意救阿根廷的就是中国大陆啊，那你叫他有什么选择？全世界也都是这样子啊。那我觉得那个记者去问英国首相的时候，他到底希望这个英国首相讲什么？难道希望斯凯尔讲说我很 comfortable？ 不可能嘛！所以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告诉你我们要冷静，我们要沉着。那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还是冷静沉着，看看你川普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但是如果川普持续暴走的话，那大概大家就再也冷静不下去。好，毕竟呢，当川普又再一次的转向，然后说开始所有的电子啊、半导体就是先 hold 住，然后没有一个例外的时候，你看看这个网络上面对岸的网友突然之间呢又整个热起来了。这个是蛮有名的一个博主叫牛弹琴啦，半官方博主，他怎么讲的？他说这个特朗普就是川普啦，川普他们现在这一些
退让。退缩让人哭笑不得，就不知道说这个退缩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大中老师，因为他现在每一步，其实最让大家比较难以想象的就是，他都是马上、现在、隔天，不给人家任何反应时间，所以没有人认为他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会持续多久。其实大家没信心对，因为这个不可预测性还是非常高，而且它是一种快速的动态调整。就是我刚刚讲的朝令夕改，所以这是目前来说外界比较困惑，或是没有办法的地方哈。因为这个制造很多的不确定性，不只是对美国自己的经济，也包括各国的回应都是如此。因为川普这一次在祭出这些关税战，其实老实说，从一开始到现在哈，已经准备好要跟川普这样你来我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国家，大概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一开始加拿大跟墨西哥，那第三个就是欧盟。那欧盟的反应其实也是耐人寻味，因为我们仔细看，其实在原本这个4月9号对等关税要真正寄出来之前，其实欧盟才刚经过投票，27个国家、26个国家已经同意这个所谓的回应的方案。什么样的回应方案？基本上就是端出总共210亿欧元这么多的这个美国进欧盟国家里面的关税，而且它分3阶段，第一阶段是4月15号，大概是40亿欧元。第二阶段是5月15号，135亿欧元。第三阶段就是今年的12月1号，35亿欧元。所以代表说什么？欧盟准备好面对川普的重要的冲击。那现在是因为川普说暂停90天，所以欧盟也暂缓。但是我想所有的方案都在欧盟的手上，就要看川普未来怎么做。但于此这样的讲法，其实也代表说，大多数的国家现在都是很被动的，主动权都是在美国身上。我觉得这是好像没有办法看到的事实。那当然，冯德莱恩我们也很清楚，冯德莱恩基本上在过去几年间，川普就任之前，其实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友善。不管是俄乌战争，不管讲价值观，不管要对中国大陆祭出很多那种比较隐性的这种遏制的策略，都是高度的配合。但现在其实欧盟跟川普政府之间的一些裂痕比较明显，从俄乌战争到关税，到一些价值性的议题，所以这一次。其实冯德莱恩还保有一个后手，他在警告华府说，假设90天之后我们的谈判不能顺利的话，欧盟现在要祭出的这个对手，祭出的这个方法就是要针对美国的大企业、大科技企业，比如说包括像是Google 啦，不管是 Meta 啦，可能会对他们数位广告祭出高规额的这种关税，所以欧盟还是在想方设法要做一个回应。还有就是冯德莱恩这几次，如果仔细听他讲，他常讲个字叫做分散风险、分散市场，这在过去大家很难会想到。那分散当然包括亚洲，包括其他地区，当然有没有包括中国？有。现在有个最明显的蛛丝马迹是欧洲跟中国的关系有一些微妙的小变化。大家还记得在去年吵得非常久的欧盟最后是祭出对中国这个电动车的进口关税，最高可以达到40几%。那现在要朝向新的谈判，就是可能未来不是关税，而是最低进入欧洲的价格。这代表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川普的关税战，让欧洲在思考其他的方法来减轻自己的一些状况，可能拉近跟北京关系是一种选项。是，来请教一下小舰长。川普这个人，其实我们从之前的俄乌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他需要这个大家不断的吹捧他，不断的去拍他马屁。那所以他自己都讲了，kiss my eyes, my ass。可是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这次挺起来，它不是 kiss， 它是 kicking， 也就是我踢你，直接踢你的屁股，我才不拍你的马屁。那这件事情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也就是从大豆的进口。其实大豆的进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贸易的象征啊。其实我们来看有关于大豆的部分，其实这就是一个战略机遇以及战略准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中国大陆进口大豆最大的国家，其实早就不是美国了，而是巴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巴西有这么好的关系，而且我们来看到他们实际上竞争的额度对不起，那个进口的额度其实相差的非常大。这个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美国的农民啊最担心的地方，他的担心未来就会反映在他期中选举的选票之上啊。那至于说呢，现在我们看到阿根廷，它其实跟中国大陆签订了双边的互换的一个协议啊。这个互换的协议就是我刚刚讲的战略机遇。其实大家一直都想去美元化，可是去美元化，如果你平常没事你这样做的话，美国就会想尽办法制裁你单一的国家。可是现在美国对于阿根廷来讲，他只想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所以他现在趁着一团乱的时候，他这样做，其实没有人注意到。当没有人注意到之后，但是这一个互换的一个协议已经上路的时候，未来你就很难追回。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西班牙猪肉的部分，西班牙猪肉品质好归好，可是他买了一大堆，中国大陆还买了一大堆内脏，这一个吃内脏是中国人的传统啊，那大家都喜欢美味的，不管是肺啊、肝啊，或者是其他的部位，这些都是美国人不吃的，他们当垃圾的。结果现在中国大陆不再跟美国进口，反而跟西班牙进口，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的广大农民又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好，也必须理解一件事情啦，在当时呢，中方跟欧盟因为电动车的问题，双方你来我往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西班牙是怎么讲？我就要对你的西班牙伊比利猪，我要减少订单。结果现在呢，不一样了，时势造英雄啊！美国现在很难做生意了，西班牙首相去中方访问，马上下大订单，然后是不是因为这样而影响到美国农民的利益？这其实就是后面一连串的国际局势发展影响到你的荷包。我们先进广告。好，当川普告诉大家说，什么什么都要课关税，结果他发现他的川普大厦里面纪念品竟然呢很多 Made in China， 直接看画面吧，很多人就讲啦，这个帽子翻开来，结果发现它是 Made in China， 不对，产地好像被盖起来，然后呢就有网友去做直播，然后想要把那个盖起来的那个标签撕掉的时候，就被店员给阻止了。他们也发现啦，只要是 Made in USA 的都会字放特别大，怕你没看到他这么样的爱国。好，但问题是，就是有很多小东西，确实嘛，你本来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啊。大家就在问到义乌这边小店的老板娘，他们说没关系，跟着国家走。来看看他怎么讲。他们年前订的货是打算4月底就要出的，但是现在就是待定，对，待定看看，然后怎么解决还不知道，影响我们30-40%，但是我们有信心。就是换个赛道，或者是增加一些其他的产品，我们就是给他确定他要，那我们就做；不要，我们就出给欧盟的其他客户。这段时间我们就开始转运欧盟路线，然后接下来我们做国货、年货，做我们中国人节日的产品。我们也可以开发一系列，去年已经在开发了，然后也已经在卖了，去年卖了1年了，今年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们国货品牌上。好，你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啦，就是当这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民族情绪真的就是发挥到极致。法新社的记者发现呢，这边的人斗志昂扬啊，就是要开拓其他市场，而且呢，他们也认为你真的有办法那么快就把所有的制造链通通断钩吗？毕竟啦，从微波炉到芭比娃娃，你们其实都是依赖 Made in China 的产品啊。现在呢，即便本来是所有的产品都在美国制造的，业者也都说了，相信美国制造，但是你要换一个生产线真的没那么容易，你这么搞会让情况更糟的。华尔街的知名分析师甚至讲了，说你要把所有的生产线拉回来，你只会让美国科技业倒退10年，因为你当初就是因为那些污染啊，甚至便宜的成本，所以你才把产线移到国外去吗？你现在要全部拉回来，真的 Mission Impossible。而川普的关税大棒，甚至让很多的美国企业反而选择留在中方，原因是因为这边其实变动比较小，所以呢，他们比较看好这个长期稳定的合作性。现在其实呢，除了关税让所有人的民生物资通通上涨之外，还有的就是鸡蛋。看这个画面，看到真的心痛啦。
原因是因为呢，一整辆的这个运鸡蛋的货车突然间的起火，结果24000磅的鸡蛋就这样被毁了，让网友说：天哪，那个鸡蛋好浪费啊，都已经入不敷出了，甚至是雪上加霜。他们的蛋价呢，已经上涨到了历史新高，甚至一打6.23美元，这个真的很难想象。以前炫富秀美钞，现在炫富秀鸡蛋，所以呢，民间的民怨是有的。来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在这个周末哈，包括从加州洛杉矶以及呢这个很多个州都发生了数千人抗议川普的景象。那当然，某一些民主党的人直接站上台面了，说千万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不要再让川普乱搞了。搭配的画面是什么？是网络上面你看到，当你过不下去的时候，川普还在打高尔夫球，还很开心嗑大餐，所以《Guardian》卫报就直接讲了，他到底算不算一位脱离现实的国王，不知民间疾苦呢？回过头请教一下彬哥，您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连他们川普大厦里面现在都一一被检视，哪些东西中国制？那个大陆网友去弄那个标签，后来被店员制止。其实那个大陆网友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它买下来？你就可以高兴怎么拆就怎么拆，你可以看到了。那但是这个很奇怪吗？就是美国大部分的这一类的这些小物、小玩具啊、物品的饰物啊，大概都是中国大陆制造。对，这个也不是只有美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是，对啊，就是这样的。因为中国大陆就是世界最大的工厂嘛，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奇怪。重点是你川普要这样做，要跟中国大陆脱钩，要用打关税战，不是不行。但是理论上来讲，你是不是应该先想好你的这个备用计划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去应付未来这些物质短缺的问题？可是看起来川普好像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他就直接这样干。那现在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奇怪吗？那对中国大陆来说，老实讲啦，你期待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难道说不行，我好害怕？不可能吗？他一定会讲我有信心，不然他难道说我快垮了，完蛋了，不行吗？所以，但是要转去欧盟也不见得这么容易啦。是的，对，其实因为说真的，比如说像万圣节，这个欧洲大概就不太过这个节日啊。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去在欧洲销售万圣节的商品？那但是商人也一定会想办法去帮自己找出路，因为那是他的生死存亡问题嘛。他们就想办法去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产品去贩售。那美国，我觉得川普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件事，就是他好像在他的思维里头认为说，不管我关税加到多高，你就是要卖到我美国来。这个逻辑其实是很奇怪。你让商人无利可图的时候，我只有不卖啊？难道我亏钱我要卖过去吗？我有毛病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逻辑都没想通的话，他这场关税战他就不可能会赢了。那至于说美国100%制造的，其实有很多，但是问题是那些都是非常小众的东西，对，或是针对某一些单特殊状况的一些东西。你要用大量生产的东西，你在美国制造根本就无利可图嘛。这才是美国现在面临的困境嘛。所以川普如果持续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接下来恐怕要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已经对这些稀土相关的东西对它进行管制，那未来可能会卡得更死。那接下来你这些高科技的产品，美国对他们现在也在准备说要去把一些相关稀土的这些东西做管制，但是美国本身能够生产的稀土少之又少，你要把这些工业建构起来，你没有个10年8年，怎么可能成功？那请问一下，在这10年8年的过渡期，美国打算干什么？你的高科技产业要怎么发展？这些川普好像都没有想清楚，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堂堂一个大美国，一个鸡蛋居然从去年搞到今年都搞不定，这个原来这个是那个世界怎么看得到台湾的车尾灯？我们早就示范给全世界看过了，搞不定就是搞不定。我劝美国也可以从那个巴西去进口啊。对不对？去试试看啊！我们那个厂商可以寄给他。是啊，就把我们那个厂商超市介绍给他嘛，让他解决他的困难。所以川普不要再打高尔夫球了，美国很多问题需要你解决。好，请教大钟老师。对，如果是从民调来看的话，最近新闻周刊有公布4份民调，包括他们自己做的。那基本上支持川普的比例是下降，就是下降，就是在4月的第一周，平均下降5%到8%，意思是川普的这几份民调最高大概是支持度是45%、6%，最低可能41%，反对的从这4份民调最低都有49%，所以代表说可能川普快要到他的这个蜜月期的一个终点，所以这是他一个在做政策调整时候的一个参照的依据。但现在就是刚刚讲到他的团队里面还是有些分歧。
但基本上以川普的风格是，假设这些分歧是内部，不公开于世，我的团队没有在公开吵架，他大概还能忍受。包括一些企业界他的好友亲信对他对关税政策一些奉劝或是调整，他是听得进去。但现在最强硬的里面还是内瓦罗，因为在这团队里面最重要的成员里面，内瓦罗是从1.0开始就做过事的，对，所以他的强硬是到说，他相信川普的关税本身就是目的。是在4月7号他投书《金融时报》，才刚出来，他说这个关税是永久的，每一年可以为美国带来700亿的进账。可是呢，像贝森特跟卢特尼特，他们几乎是同一时间点宣布说，我们跟日本启动谈判。对，因为内瓦罗说这个事情不是谈判哦，也不是谈判的筹码，所以这就是一个潜在的分歧。那未来当然是川普会拍板定案。那第三个刚讲到是，川普还是不能容忍有人公开挑战他。所以像马斯克公开跟这个刚讲的这个内瓦罗网络上批判互骂，或是马斯克跟卢比欧在白宫的内阁会议里面，在镜头面前里面吵架，我觉得对马斯克都不是好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就是，大家还记得上礼拜有7位共和党议员加入民主党的这个提议，要去有一个法案是说，假设行政部门要提高关税，要在48小时之内提供报告。对，如果国会不同意，60天之内这关税要回到原点。是，川普对这种事情非常生气。这里面的领衔者是来自于共和党农业州的，都是大佬。但是当川普说我会否决的时候，这些议员就摸摸鼻子，他闻到嗅觉了，川普不高兴，你怎么可以加入民主党去挑战我的关税政策？所以目前这是川普执政之下的一个大概的政治状况。是，来请教小舰长。刚刚在广告的时候，主持人有问我们3位来宾一个问题啊，也就是美国大众到底对于川普这样的关税有没有信心？其实反映在他们实际上对于产品的标签上面，也就是他直接的把这个增加的关税呢，直接加一个栏目，也就是像我们刚刚下面讲 iPhone 这个部分，他直接告诉他的一个顾客为什么他这样做。我平常这些也都从国外进口的啊，没有关税啊，这次为什么要把关税列出来？也就是代表他们要告诉消费者涨价的原因是什么。那也因为如此啊，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所有的厂商对于川普的这一个关税可以走多久其实是没有信心的。那这个没有信心的部分反映在哪里？美国的制造商，当地的制造商都这么说，他说其实这样做其实没有办法帮助美国当地的制造业，而且实际上来讲，我们刚刚看到成本就是我们之前在还没有课税之前不断提醒大家的，这个关税从来不是所谓的卖家出那个负责，而是买家，也就是消费者在付。那既然是现在是如此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样增加消费者的生活成本，那这样就会让大家觉得更讨厌川普。接下来，全球各世界领导人也都在想，到底要怎么因应川普的这个一日数变，这个关税政策一变再变，随时90天之后，甚至之前又变回来，也很难说。所以，是不是有其他的更稳定的伙伴，而不是这种风险数这么高的领导人呢？美国媒体报道，现在《华盛顿邮报》。中国大陆所倡导的尊重他国、倡导合作的呼吁，显然现在比川普这种 kissing my ass 吸引力大得多。所以，包括欧洲，包括了很多的国家，都在往去美化跟其他中国大陆的合作的策略来方向走了吗？中国大陆采取的行动加强跟欧盟关系里面，第一个西班牙是走在最前面的。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首相去访问之后呢，进一步签署的各种协议，不管是农产品或者各项目的合作里面，都告诉大家，西班牙准备采购猪肉，中国要采购猪肉啦，来自于西班牙啦，就是不要跟美国买啦。各种贸易的合作非常的紧密。那西班牙当做 sample 的时候，连电影合作都来咯，在同时宣布好莱坞电影要减量进到大陆市场的时候，中西所签署的这个电影合作的各种备忘录里头，影展啊，互相影片合作啦、拍摄啦，就说各种
讯息告诉大家，美国好莱坞啊一手遮天的时代，不只是电影制作啦，各种货品也一样，农产品也一样。已经时代过去了吗？现在是一个新秩序的开始。云端也一样哦，要去美国化，欧洲的企业摆脱亚马逊、Google 这些微软替代方案，想要找其他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像地下帝国里面所提到的这种云端的数据也全部被控制。那如果要把自主权拿回来，当然资料主权、科技自主就很重要了。而农民呢，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台湾大家担心农民的是自主的这个原物到底可以储备多少？巴西因为替代了美国的市场，变成中国大陆狂扫的对象，那以至于让美国农民大喊话川普，这是他的选区哦，最支持他的选民哦，说我们这样不行，我们会活不下去的，赶快跟中国和好，否则2027美国农民就会面临大规模的破产，大部分的客户就是要卖去大陆的呀。结果川普呢，这种伤害造成的结果是，其实是全球性，而且不是说你政策改回来就可以修补的，因为这个叫做信任。例如法国巴黎银行哦，财富管理顾问公司呢，已经把美股的投资评级降为中性，下修为减码。也就是说，本来是中性看待的，现在不如还是减少好了，因为美股风险太大啦。这个川普投顾他说了算，一下子涨一下子跌，这种投资标的风险之高，哪里是安全的呢？尤其是科技跟消费股，因此连原物料、金融类股也一样，从正面变成中性，不再偏好中小型股。那么相较于美股啊，英国、日本、中国、新加坡、印尼市场反而是被法巴银行所看好，因为安全性还有可预测性。那么大陆官媒呢宣布，4月14号开始到5天的时间，习近平即将出访，访问的是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那当然这也是把大陆刚刚举行的周边12年多的中央的各种层级的外交的布局全部的往东南亚再次的拓展，而这当中呢也明白的摆着，就是要跟美国的政策刚好倒着来。那么包括货币政策，美国最担心的当然是美债，还有美元的地位不保。所以呢，金砖国家共同商议美国对等关税的时候，是不是取代美元成为另外一个 SWIFT 以外的其他的系统，还是有更多的关税可以做的？这将会是有可能把美国排除在世界金融秩序外的一个关键。有不可能吗？因为过去大家想，哎呀，美元秩序还是霸主啦，有办法一下子把它排除在外吗？现在看起来反而是由川普自己推动着，正在往去美元化的路上走吗？阿根廷也是一个指标。那为了美国施压很多，但是他还是顶住了压力，双方同意有350亿人民币，大概50亿美元左右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种动作都是把货币跟汇率体系重新走向美元以外世界的一个指标。大家来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川普其实最担心的美债跟美元，现在是不是也开始受到挑战？全球现在开始在去美国化，因为川普的一连串的作为，他第一个把关税高壁垒，高关税的壁垒；第二个，他开始这个整个政策动荡不安，美国的经济不确定，你任何在贸易、投资、金融。最严重的伤害就是不确定。你如果长期的不确定，其实大家一定会跟你保持距离。那现在你又高关税壁垒的情况之下，我一定要减少对你的依赖。所谓的去美国化，并不是或者是全球减美，并不是把美国切掉，而是要去降低对它的依赖的程度，以避免对你的冲击跟影响。那你要降低，你就同时你要去开拓新的市场，移转你的贸易，这都是很正常的。那全球也因为这样子的过去20年来的发展，不管各种因素，你讲是全球的这个发展、全球化，或者是一带一路基础建设，你东南亚20年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的连非洲跟拉丁美洲跟20年前都不一样，但主要的市场还是在美国、欧洲、中国以及没有中国的 RCEP， 也就是亚洲市场，这4大市场。现在，另外3个开始会密切的整合。那现在川普一直认为中国跟世界离不开美国市场，是吗？现在开始要慢慢跟你要保持距离的。你美国离得开中国商品吗？前面我们就谈到了，你必须要豁免这些东西。其实还有一点，前面我们忘记谈到的，它可能是因为它的金主，它可能是因为
他必须要让他的人民买 iPhone， 但是呢，他也知道，如果您要真的让这些产品到美国能够投资，你所有的这些中间商品、零组件，你要从外国进来的时候，你如果有高关税，根本不可能。所谓的投资美国，所谓的美国再工业化，那是一个梦。那现在把它给降下来，这其实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贝森特在去说服他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让大家买便宜的 iPhone， 那个 Apple 捐了很多钱，他其实说服他的是，你如果真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你一定要让投资进来，也就是说，让他真正了解贸易，世界贸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这段时间呢，这个教训都得得很大了，因此接下来一定会逐步的去美国化，全球的贸易会重组。还有像是欧洲，像捷克的总理，那你就不了解中国了。你以为中国还是在卖低价商品吗？连那个 Thomas Friedman 在过去4个月去了2次中国，他连续在《纽约时报》写了几篇文章，都说美国人都不了解中国。中国现在已经是要从一个世界工厂转向成为一个所谓的先进的制造业跟技术超级大国了。你知道现在中国的产品连那个网红 Speed 这走遍了中国的几个城市，尤其到深圳的时候，他买了中国的车子 BYD， 他买了华为的3折手机，所以这些东西你居然说中国只有低价商品。我们现在在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跟这个网红还跟这个欧洲的政治人物一样，以为中国只有低价商品。Wake up！ 你不要跟另外一个川普一样好不好？你害了台湾，害了台湾的经济。那现在呢，面临到这样的情况，只有其实是建立一个新的贸易体系，然后呢，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你就减少川普这种动荡不安的政策对我们的经济的冲击跟影响。是左老师，世界的地缘政治的版图正在重新重组，都因为川普。那么重组之下呢，连欧洲国家现在跟中国大陆一样在签，是不是如果去高征的关税、汽车税，是不是要重新谈，甚至不征了，免税等等的？所以大家自然有自保之道，西班牙、阿根廷都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其实大家都是过去以来都是一个出口到美国的，就过去这几年了，其实像德国啦，他们出口到美国都有增加。但是在川普这一系列关税的政策之下，他们突然感觉到说，美国这个市场呢有太高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需要去分散市场。所以他们现在欧洲要重新考虑，就是说原来搁置的那个中欧投资协定那是不是要重新启动？那当然，双方有很多投资的问题可以谈了。那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们在这个中国大陆、欧洲投资者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得到的保护，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进入欧洲所得到的待遇。所以现在一个浮上台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原来欧盟是要课中国大陆那个就是电动车那个反倾销税，现在可能就是在重新谈，说是不是改成一个所谓最低价的要求，就是不能低于什么价格？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双方大家都希望能够在面对川普压力之下，大家有一个分散市场。但另外一方面，欧洲也认识到，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如果被美国市场挤出来之后，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其他市场都会去啊，这个中南美洲啊、中东啊、日本啊、韩国啊、东南亚，当然也包括欧洲。所以这可能也会对欧洲带来新的压力。所以他们当然要想办法，就是说有效的去。来管理这样一个新的这个货品流，那你说，他应该要加强什么对倾销产品的这个惩罚加强关税，那中国大陆也会加强关税啊，最后结果他们会更惨，所以还不如就谈判。包括为什么这次石破茂去美国，这次石破茂派代表去美国，经济振兴大臣去美国，大家被认为他会被第一个列为这个谈判的这个对象。也包括他应对的很聪明啊，除了他这种不讲出来他到底要做什么，但是他说我愿意赶快来谈，可是他不说我要怎么谈。还有一个，他在开始之前先跟中国跟韩国的这个贸易部长有了一个3方会谈，就是很巧妙去使用这张中国牌嘛。而且他也讲得非常清楚，虽然他说他没有要跟中国大陆一起来对付川普，可是呢，他就还是讲得很明白，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要持续的来谈要加速来谈。
这个就是现在各国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嘛。那马来西亚做什么呢？因为习近平马上要去马来西亚访问，马来西亚的方式就是跟中东国家去谈，因为他们有这个共同的这个伊斯兰的信仰嘛，所以他们在今年1月跟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签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下一步还会继续推展它这个中东市场。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分散市场，因为都了解到美国市场现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这里头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像欧洲也认识到一点，刚才讲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向外输出，他们也认识到一点，当中美打架的时候呢，欧洲也会受害。所以虽然说看起来90天之内啊，这个对等关税暂停了，但是大家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放松。所以我想礼拜一的这个股市也许不会反弹的那么强烈。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他国家都一样受害啊。就像产品的产品的从中国大陆产品本来去美国到其他国家，而且包括什么？现在全球的生产链没有办法这么完美的切割了，什么一定是在哪里生产了，哪里没有中国大陆的商品，都不太可能的啦。现在全球的生产链是围绕在很多国家的，所以你针对一个市场去围堵、去封锁，那是不可能。现在这个贝森特提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首相去中国大陆访问，说：“哎呀，你要跟中国接近，你就是什么呢？自己砍自己的喉咙。”但事实上，这样子的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了解到说，这个如果中美打架，他们会受害。所以，当贝森特提出来的新策略说，美国要联合他的盟友来共同围堵中国大陆的时候，他的盟友包括日本、韩国，包括欧洲，可能会告诉美国说，最好你们两个还是赶快把问题解决。不要大家绑在一个战场上去围堵谁，因为这样大家还是会受害。最好的结果还是一个什么呢？走回全球化，走回一个市场开放，让这个资源通过这个自由市场自己去分配，那是最有效率的一种安排。日本还一招，他还大卖美债，所以像朱云鹏老师讲的，会不会最后只有美国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呢？将军，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关税策略他失算。你看他中国大陆马上把美国这些我们讲到电影产业也好，影视产业也包含这个运动、篮球、棒球、拳击等等里面都受限，因为这不是生活必需品，这只是娱乐。中国大陆可以不要，而且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影视也发展的也蓬勃发展，不管这个悟空也好，哪吒也好，还有它的历史剧也好，都可以做替代。这个娱乐替代很容易，因为它不是必需品。另外我们看粮食。中国大陆粮食每一年从世界各地进口1亿6千万公吨，因为中国大陆粮食是不够的。那最大的来源呢，37%，也就是6000多万公吨向美国买这些玉米，买黄豆，买小麦，买高粱。但是中国大陆已经找到了替代市场，就是从巴西跟阿根廷进口。那这样的话，那美国这些，尤其是它农业州，那小麦田啊、玉米田，有时候一望无际啊。但是这些收起来要找市场啊，这些农产品不经放了1、2年啊，这些我们讲到的黄豆或者玉米，黄菊毒素就出来了，不能放久，所以要赶快找市场去卖掉。粮食不宜久放，没有说放个3年5年再卖，没有这种事情，那怎么办？那是市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就是中国大陆，他就是要吃饭啊，14亿人口，每人吃1碗，就是14亿碗饭啊。你一天3餐啊，就要吃50多亿啊，40多亿啊，你14亿碗乘以3餐，你40多亿碗饭啊。你看中国大陆这粮食的进口是多大的市场？但是现在还找到进口替代，往南美洲去了，往巴西还是这个金砖5国之一啊，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的好，然后就找到了替代市场，只是它的运输成本跟时间成本稍微高一些，那可以忍受。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些筹码有限。美国当筹码有限的时候，不要去搞这个贸易壁垒，因为会造成自己的这个损伤还够大，而且他得罪的铁杆，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包含日本、包含韩国，甚至包含以色列，他都得罪了。所以他这无差异的关税战，造成川普在这一方面失策了。当川普把全世界因为关税大战压着宣布搞了世界大乱，很多家庭都因为这个股价大跌而受伤的时候，川普在干嘛呢？美国媒体曝光啊，川普连续几天卫报报道
他都在打小白球啦。哎呀，这个川普国王好忙啊，完全脱离现实啊，而且继续跑趴是很贵的餐啊所以您好，因为川普关税费用加收450万元，这种状况是普遍的存在所有的企业啦，或者是一般的通路消费的商店里头的。但川普可不在乎啊，他还在吃每餐100万美元台币大概3240万，好夸张啊！他弄头发7万块美元，他吃一餐3240万元。所以他在乎大家现在所受到的经济波动跟困境吗？不在乎啊。但美国的业主已经说，都受到了因为关税的影响，苦苦挣扎，连这个什么光座位表演厅安装座椅都可以上涨个450万台币。所以川普的关税太乱，反而对于美国制造业，所谓美国制造，想要把大家的制造业拉回来，是帮助吗？不，一般一致的市场看法都是太糟了，完全没有帮助，只会让情况更糟。这个是福士品牌的执行长库勒他公开形容的。这对于接下来对于越南各种的合作的措施来讲，让这些制造衣服啊、服饰啊、品牌啊都受到了重创。说还在庆祝说是胜利，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到底要怎么样把产线迁回国内？越南产品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宜，这个只是一个想象啊，根本不可能实现。就算厂要开到美国来，也不是一天可以达到，而且成本实在太高，他怎么想都不可能有川普说的赚很多很多钱这件事情。他们都觉得天哪，川普在想什么呢？而贸易战引爆的叫做灭绝事件嘛，中小企业说面临的恐怕会是被灭顶的状况，因为呢各种的人事招聘、成长通通都已经停止了，尤其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的这种企业相关的，都正在想办法因应止损，不管是暂时停业还是说裁员都是。那他过去曾经的副手彭斯是批评这种关税政策叫做直接失策，会让美国的工薪家庭是最惨的。因为这么激进的情况之下，凸显了所有的争议。共和党内部在经贸政策上面也有深层的裂痕，大家看法不一样啊。工薪家庭本来就是企业里面最容易被受害、被折损的一个阶层，现在显然最受害的经济物涨、消费物涨价的都是他们要受到的损害。美债当然是大家都知道是川普，虽然他否认了是他之所以缩手转弯的原因，但以看看美债公债殖利率的数字一路飙升，从上礼拜一直飙啊飙啊飙，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在4.92百分比，逼近4.5百分比的水准，周线走高了50个基点，所以全球最大的避险天堂被认为本来是美债的，现在这个风险指数反而是最高的风险的所在。联总会的官员很担心通膨会飙升到4%，那关税让不确定性蔓延，但是要不要降税现在还没有宣布，降利率还没有宣布，但美债被抛售这个命运呢，美元也走弱啊。华尔街分析师一般都认为衰退不可怕，他还不担心，他担心什么？是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各种断头啊，各种出现的金融的这个系统压垮的中小企业才是问题。所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这也是最近一直跟马斯克吵架的这个关税的推手，他喊话美股会涨，就跟川普一样，继续发文叫大家买股票，90天之内谈出90个协议，美国史上最大最广的减税，马上就要带动牛市。明明现在在牛市死猫跳，大家还在担心的时候，当然美国的物价慢慢正在看见涨价的一个波动。美国的鸡蛋价格飙涨，那以至于连复活节彩蛋，大家说蛋真的不够用啊，又贵又不够，所以换马铃薯来彩绘。过去这个画面是川普在滚鸡蛋的复活节的活动，现在都要变成滚马铃薯了什么都用假的来代替了嘛。而马斯克最近大家很讨论很热烈，是说他的第一骂几现在被草地出门了吗？因为他去杠关税政策，去对骂的是纳瓦罗啊，关税的推动者啊。所以呢，我本来还想说没关系啦，至少他还可以拿到很多政府的案子嘛，预算平衡一下股市的损失，或者是其他的特斯拉卖不好。没有现在川普政府已经准备要把 NASA 的预算砍半，原本73亿美元降到39亿美元，还有各种的部门的数十亿资金都是要跟 SpaceX 合作的全部要砍半，甚至降低或者是归于零吗？那跟他当朋友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就连这些政府大的太空预算都要减半了因此特斯拉本身它所引起的股价不管大跌大涨中的波动，无论如何销售量已经非常的不利，
一直在欧洲到处被抗议。那川普放话那段谈话，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说其实我并不需要川普帮我做什么啊，我只是刚好喜欢他而已啊。所以接下来他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低啊，两人的关系好，连他未来这个生计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嘛。杨老师，美国现在正在失去世界，不过我并不在乎，因为我不喜欢川普了，我越来越不喜欢他。但是他现在制造的世界的贸易经济的不稳定，可能真的会导致全球的经济衰退，甚至金融危机。这是一大危险。但是美国正在失去全世界的过程当中，好多人受苦受难了，好多国家的政府一叫起来，发觉到哇，怎么回事？世界变了。对，我们怎么突然被课那么高的关税？过去信赖的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现在完全不可信了，而且不知道他怎么应对它。那企业呢？你不要说世界上各国的企业，你光是台湾的企业，你知道上个礼拜连续3只这个跌停，股价会跌到什么程度？这企业的新的投资，那现金的维持，通通变成不断在开会。如果你是企业主，你那3天，这是真的，上市柜的，你一定都在开会，怎么办？那接下来怎么办？而且大家的消费会萎缩，因为面临到不确定的时候，你都会消费萎缩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那个人呢，太多个人因此会受到了冲击影响。我这边提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少关注的，全球南方国家怎么办？川普上来之后，已经把过去美国几十年来给予这些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开发援助给砍掉了。你作为一个霸主，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尤其是先进国家、发达国家，你对这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全球南方有责任去提携照顾他们的。尤其过去你一直建构的就是不断的剥削他们的经济嘛，这你把它砍掉，你现在砍掉就算了，你还改收关税。东南亚国家20%、30%、40多%，非洲最夸张的马达加斯加被收47%。马达加斯加每年卖7亿多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个国家1000多块平均的 GDP， 很贫穷的，非常贫穷。然后呢，它大概没有进口美国什么东西，所以呢，你就看到它被磕47%，可是呢，它卖了美国的7亿美元里面有香草，尤其是那个 Häagen-Dazs 的香草，以后美国买香草就变贵了，所以美国正在失去全世界，造成全球的恐慌，全球南方更恨他们。这不会是一下子你取消豁免就回来的。我告诉你你这已经失去全世界了。没有人道主义，没有江湖道义，也没有气候变迁，这就是川普现在要的，只有钱进美国才是他的王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川普还在开心打小白球、吃很高价的餐厅的时候，但中小企业主还有很多的产业，现在正面临了整个政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全部都在担心因应之道。我听到那个就是美国的那个 NPR 啊，最近有一系列访问美国企业主对于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看法。那当然，我听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有一家这个玩具厂商叫做Talking Jesus。那他当然就是一个耶稣的这个玩偶嘛，然后可以有讲一些这个圣经的内容。那他上这个节目最主要讲的是说，他们的这个玩具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主持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从中国大陆来？”他说：“没有人在美国制作玩具的，都是从中国来的。”好，那么他说那他怎么办呢？他要么就转嫁给消费者，要是消费者不买单，那他只能自己去吸收，就减少他的家庭支出。其实类似像这样的故事非常非常多，但我特别举了这个例子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川普的支持者里头，有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是所谓的基督教右派。那他的这个故事其实就颇能打动人，就是他像他这样子一个非常有坚定信仰，然后这个小企业主呢，本来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啊，也可能因为这个 Mega 而受惠的，结果没想到这个贸易战完全把他这个打的这个晕头转向，他不得不要改变他的这个想法哦。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故事其实是蛮多的。那当然有的些是制作其他这种小的这个铝罐呢，
啊，它是装食物的，也是一样啊。因为很简单，就是说今天就算没有关税，这个东西也不太可能在美国制造，因为美国的国民所得就是高了，就高了很多嘛，所以它不太可能再去做这些传统的这些制造业。那这就是使得你这个关税政策基本上你的方向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当然也有进入到马斯克的这个故事里头来。马斯克现在等于就像是很多人的这个发言者啦，他一下从 Mega 的运动转成反 Mega 的这个发言者啊。为什么？因为他讲到说，这个你这个 Navarro 的这个关税其实根本有问题啊，欧洲跟美国之间根本就应该是零关税啊。他讲了很多，反映了大家的心声。那当然，白宫的发言人很有趣啊，说 Boys will be boys 啊，学到一个词啊，就是说，他们反正就像男孩一样吵架嘛。可是这个绝对不是简单的吵架。因为马斯克也认识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看特斯拉的车子在美国好几个地方被烧啊，对不对？很多人攻击特斯拉，为什么？就觉得说你支持川普，就会害大家现在这个生活费用节节高升，对等等，或者政府的裁员呢、所以当然他现在要做一个回转。当然，我觉得对川普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现在参院在开始要调查这些内线交易。那这个内线交易，当然有人是提出来说，川普家族啦，或者他的女婿啊，这些有疑似这种情况。但是呢，现在碰到了2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就是说，这个参院因为民主党没有多数，所以那些委员会是掌握在共和党手上，共和党不配合，他没有办法展开听证。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是内线这个交易的内线交易呢，有没有内线交易，他要揭露他的这个交易嘛？交易是45天以内。所以他现在当然可以用这个理由说，我要延缓，我要到45天以后才揭露。那这个当然都会使他调查呢没有办法及时有效。